故意走林间是为了引人来行刺的。好武功，要是我不靠术法，只靠拳脚，还真不一定能打赢他。原来这祖宗一直在扮猪吃虎。 小心！又差点忘了，谨慎用术法，安分做凡人。留火口！区区人间招数，还想伤我？你怎么样？太医，微臣在。 燕夫人受了如此重伤，怎么看着……好痛！你的血怎么止住了？我姑刚刚明明看到你受了那刺客一剑，血流如注，怎么片刻功夫，这伤口便好了？陛下八成是看错了，我不过是被划伤了一下，看着吓人了些，其实并无大碍。微臣去给燕夫人清理一下伤口。若他是南燕侯的人，定恨不得杀姑而后快，方才却出手相救，看来并非南燕侯之人。那这妖女来我身边，究竟所图为何？司马交，今日在古雨坞休养的可好？少废话！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！ 师祖，体验体内的寒气，可以借防御灼伤的护心骨，反噬您的修为，限制您的功法。师祖，念酒。红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庭燕呢？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儿吗？
不好。糟了，庭烟摘了防御镯。燕九，你先带红罗离开这里。红罗，我先带你离开这儿，再回来帮师祖。好。我是身旁的那一位，可是长治大将军。那是长治大将军的遗孤长风起。明离，你身为国师，胆敢欺君叛主？宣魔主在此，明离算不得叛主。复活这老东西！放肆！魔域众臣，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笑话！你们说是就是了！我尤家后人，竟就是这副狂妄又无能的模样吗？老东西，我还是魔域之主，胆敢对我如此不尊！不甘心把你的魔体让渡给我吗？可是，作为尤家的子孙，这是你的宿命。你的魔灵在这具身体里已经存在够久了，久到没有必要。刑天所如何了？回主上，说。领时还在加紧炼化，很快便能已知，一举击杀司马昭。刑天所万不可有失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督查。曾经对主上百依百顺的韩愈刺客，竟因司马昭变得桀骜不驯。幸好有师长们相助，才方便我们得手。先前便邀师长们先行歇息便可，师长们却执意守在这归元臼旁。国师，这刑天所成功与否，关乎复仇大计呀！万万不可有半点差池。师长们究竟是为了复仇大计，还是对这个假女儿于心不忍啊？国师多虑了，师某善习水之功，可在此处激发归元臼之寒气，协助领时炼化呀。那就有劳师长们费心了。国师，那司马昭杀来了。他倒是急着来送死。师长们，我先去应付一下那司马昭，这里便交给你了。好。复仇大计在眼前，莫怪我狠心了。
司马交，仙魔主血祭归位，乃我魔族大势所趋，不是你一人能阻止得了的。油盐的真身已被我司马氏一族的灵火炸得粉碎，还在这里做复生大梦。把廖廷彦还回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一点。你来迟了一步，想必他此刻已经被炼成了一块灵石。等会儿我就用他杀了你。便要大功告成了。休想！廷彦，掌门，那刑天锁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久违了，师祖。我让你活太久了，多亏了我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按照现在你们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爹呀？炼石尚未炼化成功，你就拿着这么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出来送死吗？师祖，你交给我了。已经有60%的寒气依附在刑天锁上，凭此，我必能重创你。你真的以为靠这些伎俩就能杀得了我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没这点自知之明，还能够活过了1000年吗？哼！司马交，我知道你在这里拖着我，是为了给廖廷彦逃出升天的时间。但是，即便他能够逃出归元袖，他能够逃出他自己的命运吗？他的命运，在遇见我的那一刻起，便不再由你们做主，不由我们做主，难道就该由你来做主吗？他的命运，由他自己做主。
叶九，叶九，叶九，醒醒！叶九，司马交，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？只要亲近你的人，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你的出生，你们凤山一族的存在，都是笑话。你们只配被关起来，做血种，做傀儡。你们根本就不配坐享仙魔天下。极致的寒气唤起了他身体寒雨的本能，他的身体背叛了他的意念。司马交，你猜他的本性能不能够战胜他对你的情谊呢？风起少爷，还是想开一些吧。何况他现在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寒余记忆，所以才没能与你相认。唉，可惜了这一段缘分呢。我之前受过一次很重的伤，而且之前的记忆都消失了。然后据司马交所说，我失忆前是他道侣。他与我已是道侣。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阿叶，当初是你救了我，如今也是你忘了我。国师给了我活下去的机会，而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。该被你想起的人是我。
风少爷找我所为何事啊？麻烦鬼爷通传一声，我要见国师。拜见国师。多年不见，你已经长得如此英姿勃发了。魔主请回，剩下的事属下来办。不必麻烦，一把火烧了便是。功高盖主，不知收敛的东西。国师，我只能帮你至此，剩下的就看你的造化了。起来吧。国师的救命之恩，风起此生难忘。哼，不足挂齿。我听说你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助那韩愈恢复记忆。正是。敢问国师，为何如此助我恢复阿燕的记忆？为了让她重拾旧任，杀司马交取血，为仙魔主油盐完成血祭。血祭？魔族的祖先为了延续自己的力量和统治，会在死后让国师剥离他的魂魄，注入魔族后人的体内。整个过程都需要在白骨渊的血池里完成。所以叫血祭。而仙魔主油盐因被灵火所灭，故而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时间，始终无法复活，血池里的血便也干涸了。为了能让仙魔主尽快的神魂复位，我们需要天地间最为滋养的凤山血脉重新填满血池。所以你们要杀司马交，取他之血。没错，并且这不仅需要以尤家血统之躯为容器承纳仙魔主的神魂，更需要长家之人开启血阵仪式。不知道风少爷可否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？害我全族的人是尤氏，身为长家后人，风起从未对效忠魔族有过任何动摇。难得风少爷有心助主上一臂之力，毕竟稍有差池，这几百年的筹谋就又白费了。不过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你会对那小韩愈这么深情。当年是国师给了我活下去的机会，但也是阿燕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。原本我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没想到如今我跟他在鹤仙城重逢。我想，这定是上天冥冥之中的注定。接下来风起要怎么做，还请国师吩咐。司马交，你以为灵火是多多益善吗？自己身体根本承受不住，融合那么多灵火干什么？就算你融合了2簇灵火，功法大涨，但你的身体也会随着术法的增进而消耗。闭嘴！你不明白，伤口难以愈合还算是小事，你要是再受重一点的伤，可就离死不远了。这世间还有谁能伤我？这时候你就别顾着装腔作势了。我可警告你，若想继续安稳的和你的女人甜甜蜜蜜，你就少动用灵力功法。我可不想跟你同归于尽。 2簇灵火之事，
不要向他提起。阿叶，有人找你。阴魂不散。我刚才买回来，在门口碰见这人，说要见你。小的名为恒林，拜见师祖娘娘。你不是黑市那个知道古雨雾在哪儿的人吗？你来这儿干嘛？听闻您来了东城，我便也找来了。贸然前来求见，邀您前往古雨雾。你现在找我也没用，去古雨雾的路费我还没凑齐呢。阿叶，你说的避世之处便是古雨雾啊？没错。之前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您竟是此藏道君的道侣，这才按一般的规矩开口要到2000魔石。尊师洞阳真人也在古雨雾落脚，他得知您意在魔域，特地派我前来相邀。洞阳真人，我师父啊？没错。见过师祖。那个什么真人，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从前对你并无恶意。师祖娘娘，若是2位能够赏脸前来，乃我们古雨雾的一大幸事。我们可以去度假了。真好，我也能跟着师祖娘娘沾沾光了。我自是会陪你同去。跟我来吧。你们看那些人，这外面的人都是怎么美、怎么仙、怎么来，可是这些人看上去挺惬意的，真是个适合隐居的好地方。恒林回来了，带了这么多客人呀？回来了，他们可是咱们的贵客啊！好，请进，请进。来，几位，这边。你来这儿玩。你看这个。哇，这里的花好好看。是啊。哎，长这么高了，我看看你，走，你也长，走，我们去这边。来，看，给你们带了好吃的。有什么好吃的？有，都有，谁想吃？看风起，这一副如鱼得水的样子，你看他根本就没把你家师祖放在眼里。这风起一到古雨雾来，就一直在庭燕面前表现。师祖，我们带庭燕走吧。这时候才不能走呢，这时候走了，不就摆明了在向风起示弱吗？懂不懂啊？你不懂就别瞎出主意。聒噪。来，我们一起玩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是吧？别急，还有很多呢。你的，来，这还有，拿好啊。庭燕徒儿，这个给你。慢点吃。竟真的是你！来，我给你擦擦。您就是我师父哈。这才短短18载，已经将师父我忘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出了点事儿，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廖师妹难道也忘了师兄我吗？你过来帮帮我呀！说句话。弟子与庭燕徒儿久别重逢，甚是激动，竟未发觉师祖也驾临此处，有失远迎。之前弟子与门人走散，携长青徒儿逃亡至此，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师祖。洞阳，发生何事了？几位物主，我把慈藏道君和他的道侣请来了。拜见慈藏道君！拜见慈藏道君！慈藏道君是谁啊？我也不知。慈藏道君远道而来，可是有要事要办。我只是陪庭燕来度假的，不必如此惊慌。请起吧。度假，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。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。简言之，度假。度假。好词，好词。那，敢问师祖，这次在古雨雾打算待多久呢？看他心情。道君，诸位，请容在下带诸位先稍事休息。晚些。
我们将设宴款待各位贵客。不过谷雨屋不比外界，只有些普通的蔬菜、水果和牲畜，招待不周，还请各位贵客见谅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吃烧烤吧，正好我有好多烧烤架，大家就带一些自己种的、养的菜跟肉就好啦。既然徒儿说了，那便召开烧烤大会吧。师祖，您意下如何？听师祖娘娘的。那弟子就和几位物主一起先去准备了。是。你这也太浮夸了吧！你在这里稍事休息，我去交代几句，随后便回。好了好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玩。师祖，不知师祖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？谷雨屋的主事都在这里了。是，都在这里了。你们派横林带廖廷彦来谷雨屋，究竟有何目的？弟子只是听闻廷彦徒儿流落魔域，便邀他来此重聚。我等并无恶意。确实如此。师祖与师祖娘娘身份特殊，谨慎些也是好的。谷雨屋这等地方，能受师祖和娘娘的青睐，是我等之幸。那便劳烦各位多加关照。我等必将全力照料各位贵客。任天地降下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十流光生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仙魔一念山河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烈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追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人，但只见爱可以化乱。追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还。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
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？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40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慢点儿，师傅！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。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地位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这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啊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青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
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生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长们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。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师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
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玉的。慈藏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宁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
还跟上，这破工作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的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。
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先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慕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
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燕。廖廷燕已顺利进山，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竟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流入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